关于是否为应对通胀而放宽对华关税措施，拜登政府内部实际上分歧不断。据知情人士披露，以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为代表的阵营赞成免掉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而美贸易代表戴奇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维持对华额外关税来遏制中国。此前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拜登，近日由于高通胀的压力，也不得不加入讨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周二开始对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展开了法律评估。贸易战打到今天，对拜登政府来说，跟特朗普的最大区别，他不认为就是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就对中国有压力，因为今天为止中国依然是顺差越来越高的嘛。他是认为科技是关键，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的拜登他非常清楚定位在就是两国的我们说的高科技的竞争，但是从贸易来看，应该说他认为中国的商品如果好就可以进口，所以我认为应该会降部分的或者取消部分的加征关税。美方讨论对华关税的重要背景是美国经济数字不好看，造成拜登政府中期选举压力不断增大。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1.4%，这是疫情以来美国经济第二次萎缩。经济学家警告，美国经济已显现明显滞胀迹象。美联储日前采取紧缩政策，一口气提升50个基点，希望能够救美国通胀于水火之中，却招致各方批评。一方面，舆论认为美联储已错失通胀最佳时期，此举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控制物价。另一方面，美联储加快加息缩表的措施，除了推升美元指数之外，无法吸引足够的国际避险资金回流，填平美国债务天坑。受此影响，美国股市再次暴跌。有观察认为，在美国政策工具箱已经见底，仍难缓经济滞胀的状态，降低或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或是美国政府为数不多的选择。There's a Peterson Institute study out this week that says that if you took off the so-called Trump tariffs, that would reduce inflation right away 1.3%. Why don't you just do it? Well,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can to lower inflation. You know, we're re-examining carefully our trade strategy with respect to China, and you know, I think it's worth considering. We certainly want to do what we can to address inflation, and there would be some desirable effects. It's something we're looking at.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通胀率不断飙升，就连国会共和党人也开始倒戈，转向提议削减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2个月前，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呼吁戴奇定期审视对华产品征收的任何关税，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关税豁免申请渠道。而在审议一项法案时，甚至出现了除了反华急先锋卢比奥、科顿和霍利之外，所有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都同意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大部分关税，涉及2200多种商品。如果没有通胀呢，美国可以承受这种加征关税25%，但是现在可能出现的这种持续通胀，你如果减少，那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市场的价格 CPI 就会低一点。加征关税是不是取消，这是民主共和党实际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有争议，但是依然还是有共识的。美媒分析指出，迫使拜登政府以及国会转变想法的，主要是来自业界的压力。高额关税让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10%至20%不等，这些不必要的成本又向下游企业传递，在美国封杀俄罗斯能源导致油气价格上涨后，终于酿成难以遏制的通胀，物价飙升，民怨沸腾。